韩国的经济比朝鲜还差，这你能想象吗？1966年之前刚结束南北韩战争的韩国，并不是你现在所知道的韩国，没技术、没人才、没工业基础。而美国在南北韩战争救下的韩国，救下的不是一个单纯要活下来的国家，而是亚洲的战略定位。美国真正做的是在冷战前线把韩国往一个能替美国阵营生产、出口、守住东北亚的工业据点上推。1966年，韩国经济企划院和美国 AID 签署协议，推动建立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 KIST。 这不是一个普通机构，美国 AID 在推动 KIST 建立时，并没有打算把它建成一个纯科学殿堂去做科研，而是一个工业应用研究院。60到80年代 KIST 送了大批人才去美国顶尖大学，比如麻省理工、斯坦福深造。这批人回国后，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发论文，而是全员投入到韩国工业建设中。到了90年代，这群人已经成了韩国半导体、钢铁和汽车行业的 CTO， 也就是首席技术官。他们教会了韩国企业如何把美国的专利变成自己的工艺流程。韩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电脑、第一块 DRAM 芯片的底层架构，几乎都有 KIST 系人才的身影。KIST 到90年代那个决定命运的10年，对韩国产业的核心贡献主要输送了3类工业战神。第一类，芯片半导体的点火人。90年代，三星能从美日争霸中杀出一条血路，靠的是 KIST 培养出的精密加工人才。他们不仅懂理论，更懂如何建设超进间，如何操作光刻机。美国通过 AID 提供了最初的设备和培训， KIST 将这些种子播撒到了三星半导体、Samsung Electronics 和后来的 SK 海力士。第二类，汽车工业的架构师。现代汽车在90年代告别了30代工厂的身份，开发出自主发动机引擎 Alpha。KIST 的材料科学专家和动力工程分析师为韩国汽车从组装转向自主研发提供了最硬的技术背书。第三类，大批 KIST 的高级研究员，后来直接进入了韩国经济企划院 EPB 和科学技术部。这导致韩国的产业政策不是由文科生坐在办公室想出来的，而是由这群懂电路图、懂化学反应的人制定的。他们能精准地知道国家应该把钱投向哪个产业。1986年，美日半导体协议落下去后，美国表面上是在打日本倾销和市场封闭，这是在全球半导体格局里硬生生打出了一道裂缝。后来的美国国会研究和历史回顾都承认，这份协议客观上帮助了韩国 DRAM 厂商。也就是说，美国未必是在公开宣布服韩国，但他狠狠地打的那一拳，给韩国腾出了上位窗口。韩国自己当然不是傻子，他看见这个窗口，而且里还坐着是新兴市场半导体这位年轻的漂亮小姐姐，直接把整个国家力量往里面推。三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983年，三星在 64K DRAM 上遇到关键瓶颈，日本公司普遍不愿意把核心技术给他，最后是美国的 Micron 同意把 64K DRAM 设计授权给三星。有了这一层垫脚石，韩国才开始有了进入这场博弈的入场券。但他面对的是强大的日本，连美国都在想尽办法打压的强大日本市场。如果你是韩国，你会怎么突破？到1992年，三星做出世界首个 64MB DRAM， 并拿下全球 DRAM 第一。到1993年，他已经做到全球内存市场第一。另一边，现代电子也在冲，他在1992年开发出64MB DRAM。LG Semicon 也在90年代前半继续加码工厂和产能。这说明韩国当时不是有一家三星还不错，而是整个财阀体系都在往半导体、电子、显示、整机制造里压。这不是一家公司赌命，是整个韩国的工业资本，整个国家在赌国运。80年代，日本半导体能把美国打得满地找牙，不只是因为它便宜，更因为它做得稳、做得准、做得像军工产品。日本人的工匠精神在80年代半导体时代完美的展示在全世界人的面前。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当年的回顾就写得很直白，日本企业在 DRAM 上击败美国，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重金投入、重人力投入，以及对高质量制造的高度关注。
MIT Japan Program 的研究也提到，80年代初，很多美国公司已经看见日本半导体企业对质量保证的执念非常强。日本对产品的要求，制程稳、良率高、失效率低、品控极严，是会要求高可靠性的客户体系。换句话说，日本在追半导体这位千金大小姐时，走的是成熟路线，争取自己做到最好。韩国的打法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三星，根本不是先等技术完美、财务安全了再下场，而是先冲进去，再靠集团输血、国家托底和扩产硬扛。三星1984年把 64K DRAM 打进欧美后，价格很快从3美元跌到1985年的0.2美元，公司因此承受了巨大亏损，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研究还写道，许多三星关联公司的现金流都被拖紧，因为数百万美元的集团资金不断灌进半导体业务。这不是正常做生意，这是明摆着的，亏着卖，亏着扩，亏着继续大力研发，无论怎么亏都要把产能顶起来。这就是韩国跟日本最不一样的地方。韩国追半导体这位千金大小姐时，就是花花公子式，花钱花钱花钱，花钱就找国家爸爸要。日本输不是因为他不会做芯片，而是因为在 DRAM 这种标准化、资本密集、价格随时崩的战场上做得最好，不一定赢，亏得最久，扩得最快，顶得最狠，反而可能赢。韩国这套打法的核心不是质量不重要，而是质量不是第一锤，规模和活下来才是第一锤。它的顺序更像这样：先拿到技术许可和量产能力，先把厂建起来，把代际追上，再加个保跌时继续灌钱，用更低成本、更大产能去逼对手退场。等坐稳以后，再把质量和品牌往上补。凭着这套亏了有国家的输血神权，到90年代中期，韩国已经不是追赶者，而是全球 DRAM 战场上真正的主角之一。三星半导体官方时间线写得很清楚，90年代这10年，它推出了第一颗64 MB DRAM， 第一颗128 MB Flash， 还建立了美国奥斯汀生产基地。1994年，又做出世界首个256 MB DRAM。另一边，现代电子也不是小角色。SK Hynix 官方历史显示，现代电子在1992年就开发出64 MB DRAM，1999年又做出世界首个异季同步 DRAM。LG Semicon 在1990年投产庆州工厂，1994年建成第2工厂。不只是龙头在扩产，而是整个韩国财阀体系都在往半导体里砸钱。1997年前的韩国科技产业不是只有几个还不错的电子公司那么简单，而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凶的结构。三星内存芯片加消费电子，全球品牌开始抬头。现代电子 DRAM 强攻，后面会演化成海力士一脉。LG Semicon Gold Star 体系，消费电子加半导体加显示链条的早期布局。韩国整体出口结构越来越依赖电子、汽车、重化工和财阀巨头。韩国正试图从引进技术型增长转向本土创新型增长。说人话就是在美国引进的技术要创新成自己的技术。我们需要看清楚90年代的科技世界格局已经不是80年代的纯半导体世界。当然，这时候的乔布斯还在整装待发。第一， CPU 和 PC 操作系统。 Intel CPU 王座上的核心玩家，1997年推出 Pentium 2。 Microsoft Windows 95之后，操作系统和桌面入口几乎被他攥在手里。第二，互联网基础设施。 Cisco 网络设备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重要中枢。1997年的思科已经把自己放在改变世界连接方式的位置上。第三，移动通信标准与专利。 Qualcomm CDMA 核心玩家，1997年持续在韩国签授权、签设备与终端协议，把韩国手机厂商和运营体系往自己的专利网络里拉。Ericsson、Nokia、Motorola、GSM 和移动设备的重要力量，控制着另一条通信路线。第四，半导体制造与设备。 Samsung、Hyundai、LG Semicon 韩国内存阵营。 TSMC 代工模式的桥梁已达成，90年代末进一步证明路线正确。ASML 还没成为今天的设备皇帝，但 PAS5500 已经让它开始上桌。这期间的台积电与阿斯麦还在哺乳期，他们将是下一集美中之战的主角。日本阵营 NEC、东芝日立、
仍是传统半导体和电子强者，这点在美日半导体战后依旧成立。韩国能冲上来，正是踩着日本开始松动的王座往上爬。美国在1997之前，面对不断壮大的韩国，而且看到韩国要转向本土创新型增长，这是挑战美国技术王座的行为。在科技的世界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代表着产品的使用率，而使用这些产品的是谁？家庭、工厂、公司、军事、航天，这些产品对人类已经是彻底渗透，而生产这些产品就是军事力量，就是税收。所以看懂了科技世界的格局，也就看懂了各种贸易战的底层逻辑。所以面对挑战美国技术王座的行为，如果你是美国，你会不会管？反正当时的美国不可能不管，并且实打实的敲了韩国好几轮，提醒他追求千金小姐的同时，要看清楚岳父是谁。第一锤，反倾销。日本被1986年美日半导体协议狠狠地来了一刀，这刀确实客观上给了韩国上位窗口，但当韩国 DRAM 真的做大以后，美国马上就开始敲韩国。USITC 材料写得很清楚，1992年4月22日 Micron 对韩国 DRAM 提出反倾销申诉，也就是说，美国不是一路放行韩国，而是先让你长大以后再开始拿规则抽你。第二锤，电信市场施压。美国在1996年直接把韩国列为重点外国国家。USTR 1997年国家贸易估计报告里写得非常直白，美国认为韩国电信市场长期存在大量壁垒，包括政府推动本土产业、服务市场开放不足、设备采购存在买本地的潜规则。由于1996年谈判推进不顺， USTR 在1996年7月26日把韩国指定为 Priority Foreign Country， 并警告如1年内谈不拢，可能采取贸易行动。第三锤，知识产权和技术信息保护。美国一直在盯韩国学技术学得太快。同一份 USTR 报告还提到，美国企业抱怨韩国在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保护上存在明显问题，连半导体产品注册中提交的详细技术信息也被美企担心可能保护不足，甚至流向韩国竞争者。为什么贸易、专利和市场准入上的敲打不足以把韩国压住，最后必须进入金融层面的致命打击？但这远远不够，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信息战即将来临，而韩国的大门将被踹开。1996年，韩国连续30年的高速增长，让世界资本相信韩国企业财阀是不可战胜的。那个时候，日本和美国的利息相对较低，而韩国由于国内建设需求大，利息较高。华尔街和欧洲的银行非常聪明，他们利用短债长投的套路，借给韩国银行的是3个月或半年期的短期美元，而韩国财阀拿去投的却是5年甚至10年才能回本的半导体工厂和造船厂。但外资借给韩国企业需要绕过一座监管防火墙。韩国实行的是外汇管理法，这套法律极其硬核。每年韩国政府，主要是经济企划院 EPB， 会根据当年的工业计划定下一个外债总额度。任何一家韩国公司或银行想从华尔街借美元，必须拿着项目书去政府报批。如果政府觉得你这个项目不符合国家战略，比如你想借钱搞房地产而不是搞芯片，那1分钱外债都不准借。确保每1分借来的美元都变成了生产力，而不是金融泡沫。韩国政府对短期外债，也就是1年以内还清的钱，防范极严。政府要求外债必须以长期贷款为主，因为长期贷款稳定，不会被突然抽走。严禁国内机构为了赚取利差，去国际市场上拆借短期头寸。只要这道墙还在，华尔街就没办法通过突然撤资来制造金融休克。而这道墙在1996年被撤下来。OECD 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英文全称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一个以发达经济体为主的国际政策协调俱乐部。这和美日之战的广场协议有异曲同工之妙。韩国把加入这个富人俱乐部当成重大政治目标，因为这不只是面子，更意味着国际信用抬升，借钱更便宜。但问题在于，韩国不是在金融体系扎实稳固之后才去接这张入场券，
而是在银行、财阀、短债结构都已经越来越危险的时候，把自己更深地接近了全球资本市场。OECD 谈判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开放方向。虽然韩国当局当时还不愿意一步全放开，可市场已经闻到了味道。国际上把韩国树立成更像发达国家了，韩国银行借美元也更像低风险生意了。结果就是1995到1996年，外部美元不是像洪水一样砸进韩国实体经济，而是更危险地涌进了韩国银行和短期融资链条。这不是简单的开放带来繁荣，这是给一个花花公子颁发10大杰出青年的奖项。韩国开始飘了，而韩国借到的短期债一如既往投向回报周期极强的工业。如果韩国顶住这个周期，那将再创汉江辉煌。所以华尔街要出手了，这是一场教科书级的连环爆破。索罗斯 George Soros 对泰铢的进攻，本质上是利用了东南亚经济体系中一个致命的漏洞，不可能三角的崩溃。你可以把这场狙击看作是一个推倒多米诺骨牌的过程。第一块牌是泰国，最后倒下的大牌是韩国，枪口对准泰国，终极目标韩国。索罗斯精准地看到泰国的固定汇率、短债高企、房地产泡沫和金融监管脆弱。1997年5月对泰铢发动猛烈攻击，7月2日泰国终于守不住固定汇率，被迫放弃盯住美元。一旦第一块牌倒下，市场看到的就不再是泰国有问题，而是整片亚洲是不是都靠短债、泡沫和虚假的稳定在撑。接下来真正致命的不是汇率图表变疯，而是国际债权人开始抽梯子，贷款不展期，短债不续约，美元不再借给你。韩国的命门正好就在这儿，外债太短，储备太薄，银行和财阀借新还旧借成了习惯。1997年11月，华尔街银行集体切断了对韩国的短期贷款续约。到1997年12月中旬，韩国的外汇储备几乎见底。这时候你会发现，一场金融危机最狠的杀招，从来不是把你一拳打死，而是先让你以为自己迷失定位，再把你的美元氧气管一把拔掉。想想当年日本在签下广场协议后，放得下要买下时代广场的豪言。而为什么说这是一场信息战呢？当时的金融市场已经实现了电子化，但远未达到现在的全民互联网化。路透社 Reuters 与彭博 Bloomberg 的开始展示信息时代的金融霸权。1997年，真正统治金融市场的不是公共互联网，而是专线私有网。路透社的交易终端 Reuters 3000和彭博终端是炒家们的雷达。炒家们在纽约或伦敦的办公室里，通过卫星和专线，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数亿美金的跨国抛售。而韩国政府和金融体系在储备可用性、外债期限结构和跨机构数据整合上反应慢，透明度差，很多操作还需要人工确认、电话沟通。当时的韩国民众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做空，他们只能看着电视上的汇率跳水，然后绝望地去银行排队取现。这种技术断层让这场金融危机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如果说索罗斯是持刀的猎人，那么路透社终端 Reuters Monitor Money Rates 以及 Reuters 3000就是他手中的红外夜视仪。在1997年，全球外汇市场的报价中心就在路透社的系统里。路透社频繁弹出韩国韩宝钢铁、起亚汽车破产的消息，每弹出一个窗口，韩国银行的信用评级就在路透社的数据库里掉一档。路透社当时推出的 D-Link 2000.2是历史上第一个支持匿名匹配的电子交易系统。在这个系统出现之前，如果你要抛售巨额韩元，你必须打电话给银行，对方知道你是谁。但路透社的电子系统让索罗斯们可以分散火力，匿名抛售，制造假象。投机者可以利用系统制造出全市场都在抛售的假象，诱导韩国本土的银行也跟着恐慌性抛售自己的货币。这种感觉已经有点今天算法操纵的味道。路透社黑洞，韩国政府的信息盲区。这是最讽刺的一幕，是数据极度不对称。1997年底，当 IMF 官员进入汉城时，他们惊讶地发现
韩国央行竟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欠了多少美元。谁知道真相？答案是路透社和彭博的后台数据库。因为所有的国际银行贷款、掉期交易，也就是 swap， 都在这些电子系统里留下了痕迹。华尔街的分析师通过路透社的数据模型，早就推算出韩国的外汇储备其实是负数。这种不对称的信息战，利用韩国自己短期债务的脆弱性，在1997年把韩国银行打得满地找牙。美国把接下来的剧本写进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中，并把这说韩国。美国利用自己在 IMF 中的主导影响力，把 IMF 方案推成韩国当时几乎唯一可走的救援通道。这才是最厉害的地方。美国不需要自己下场拿刀，他只需要站在后面，扶着那个全世界都认识、都承认、都没法完全绕开的国际机构，然后通知韩国，想活可以，先按我的规矩来。危机期间，日本曾推动亚洲货币基金构想和更独立的亚洲救助路径，但遭到美国和 IMF 强烈反对，最后没能成型。很简单的道理，如果被日本救下来，前面做的工作全白费了。所以韩国当时面对的不是一个平等协商的谈判桌，而是一份投名状，要么不签，全体破产，要么签，当个上门女婿。1997年12月3日，韩国接受 IMF 方案。很多韩国人后来回头看这一天，记住的不是具体条款，而是那种感觉，国家没亡，但那一刻尊严像是先被压上了桌。而 IMF 中韩国要接受什么？金融开放、资本开放、高利率、财政紧缩、企业重组、银行清理、劳动力市场松绑、大规模裁员合法化。说白了就是，你想借钱续命可以，但你得先把自己原来那套活法砸了。当时朴素的韩国人民还发起了震动全世界的韩国全民现金运动，有人把结婚戒指摘下来，有人把金项链取下来，有人把金耳环、金手镯、压箱底的首饰都翻出来。那些东西平时不只是金子，那是婚姻，是体面，是家底，是一个家庭能抓在手里的安全感。可到了那时候，连这些都被拿出来了。你想想那个画面，一个普通家庭平时省吃俭用，柜子里那点黄金不是拿来炫耀的，是留着防万一的，是给女儿出嫁的，是给家里留后路的。可国家快断气的时候，最先被端上桌的还是这些老百姓自己的东西。这场现金运动不是几个人做样子，大约350万人参与，大约募集了227吨黄金。韩国最终还是妥协并接受方案，并在 IMF 要求的金融开放下，而华尔街则趁着韩元贬值和股市崩盘，以白菜价扫货。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三星电子股权结构有大量外资，主要是美资。IMF 协议里真正改变韩国命运的一刀，不是一句空泛的改革，而是金融市场的大开放。在这之前，韩国财阀的钱很多虽然是借来的，但核心企业的控制权、分配权大体还攥在韩国自己手里。可危机一来，韩元暴跌，股市崩盘，资产价格被狠狠穿，华尔街和国际资本就在这个时候低价扫货。这场变化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韩国企业突然不挣钱了，恰恰相反，韩国企业后来依旧很能挣钱， GDP 也继续增长，出口也继续强。但问题是，这些增长的果实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留在韩国自己手里。以三星电子为例，外资持股长期维持在高位，核心蓝筹企业的大量现金流分配权早就高度国际化。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韩国并没有失去工业能力，也没有失去赚钱能力，它失去的是对这套增长成果的完整独享权。国家还在增长，企业还在扩张，工厂还在运转，可利润分配已经越来越深地嵌进全球资本体系。我们要强调一点的是，无论是美日的半导体之战，还是美韩的这场信息战，他们在竞争的是世界第一，跑输了第一，他们还是第二，依然强大无比。韩国继而被改造成了一个工业能力极强，但增长红利需要和全球资本共同分账的国家。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韩国还在拼命干活，但账本已经不是只给自己看了。韩国科技真正被改写的不只是股权，还有路线。IMF 危机之后，韩国财阀被迫重组，所谓大交易，说白了就是别再什么都想做，
每家财阀守住自己最核心的那几条命脉，其余的卖掉、合并、退出，这一步对韩国的影响非常深，而是让韩国从一种更全面的工业野心被压缩进一种更现实也更残酷的生存模式。这套模式就是你可以做，而且可以做得很强，但你要集中在全球产业链里那些最重资产、最难量产、最拼执行力的环节。于是韩国后来一路冲出来的正是这些领域， DRAM 内存芯片、OLED 显示屏、造船、动力电池、高端制造、精密加工、大规模量产，这些领域韩国都干到了世界顶级。它的强不是概念上的强，而是那种你明知道它受制于体系，可你绕不开它的强，但代价也很清楚。韩国越来越强的是工艺、制造、良率、交付、扩产、供应链执行，而不是底层规则、底层架构、底层工具。换句话说，韩国成了全球产业链上的顶级硬核车间，却没有真正变成规则制定者。操作系统不在他手里， EDA 这类最底层的工具不在他手里，大量核心设备与关键材料的话语权也不在他手里。他当然不是完全不能往上冲，但问题在于，在 IMF 之后那套资本纪律下，韩国企业必须先证明报表、盈利、股东回报，而所有想往更上游、更底层、更长期的突破，恰恰最烧钱、最慢、最不符合短期财务逻辑。于是结果就是韩国被保留了最强的刀刃，却没有真正握住整把刀的设计权。所以更准确的结论，韩国科技被重新锁进了一个位置，制造力极强，工业执行力顶级，但在底层规则和基础架构上仍然深度嵌在美国主导的体系里。这才是韩国科技真正的窄门，它不是不能强，而是它的强被限定在某条轨道上。所以如果把话说透一点，韩国并不是在 IMF 之后被直接打残了，恰恰相反，它被重新组装了。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没有把韩国拆成废铁，而是把它重新装成了一台性能极强、效率极高、制造力惊人，但操作系统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国家级机器。它很能打，它很能造，它很能赚，但它赚到的钱不再完全由自己独享。它有世界级工厂，有世界级工程师，有世界级财阀，但它最薄弱的地方依旧是底层规则权、资本分配权和上游架构权。所以韩国真正的处境不是完全自主，也不是纯粹附庸，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它保住了刀，但刀并不完全在自己手里。美日半导体之战与这场美韩收购战之后，日韩都收进以美国主导的体系，并且都发展出了足以形成制衡的顶尖科技能力。而在一些产业环节上，如今韩国甚至已经反超日本。我们最后对比一下两国的民生状态。教育方面，我们来聊聊日本的教育现状。当时面对美国的压力，还有经济泡沫的破裂，日本曾经尝试过一些脱离高压竞争的政策，推行所谓的宽松教育。不过呢，这也带来了一些后果，比如阶层流动开始变慢，还出现了草食男，就是一些不太追求拼搏的人。另外，日本的教育成本还是偏高的，但跟韩国那种拼命往财阀里挤的那种极限模式比，很多日本年轻人其实有更多躺平的选择。再说韩国那边教育压力非常大，筛选机制极其严格，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远远高于日本。再来看看育儿方面，在日本生育率一直维持在 1.3 左右，通常是全球最早进入少子化的国家之一。政府确实提供了很多育儿补贴、产假保护和公立托儿所，但很可惜的是，失去的30年让年轻人的收入长时间停滞，加上压抑的职场文化，让日本年轻人不少人感到看不到未来，所以也不想生育。就这样，这是日本教育和育儿的一个大概现状。韩国育儿现状，韩国的出生率最低跌至 0.72， 其实并不是韩国没有育儿政策，而是政策加码的速度跟不上房价、教育、就业压力上升的速度。职场对育龄女性极度不友好，所以很多人是不敢生、不愿意生。医疗方面，日本把医疗视为国家最后的尊严，而韩国则把医疗视为财阀的高级生意。日本医疗现状，日本拥有全球顶尖的全民医保体系，无论在东京还是偏远农村，医疗资源的分配相对均衡。日本政府宁愿背负巨额国债，
也要维持高额的医疗补贴，确保看病不至于倾家荡产。韩国医疗现状，韩国同样有全民医保，但优质医疗资源更集中于首都圈和大型医院体系，市场化激励更强，社会感受也更像是一场高压竞争。好了，这就是全文的内容。日本养老现状，日本拥有全世界最成熟的介护保险制度，虽然有老后破产的现象，但社会对失能老人的照顾非常专业且有尊严。日本老人虽然孤独死，但基本生存保障比韩国扎实得多。韩国养老现状，韩国老年贫困率长期处于 OECD 国家最高水平之一，很多年甚至排名第一。由于1997年摧毁了传统的家庭养老结构，而社会保障又没跟上，大量老人被迫在70岁高龄继续从事重体力劳动。看到这里，我会想到当年那些捐精救国的韩国普通人，他们把自己最值钱的东西交出来，想救的是国家。可后来很多人等来的不是更有温度的共同体，而是一个更讲效率、更讲资本纪律，也更不愿意为失败者兜底的系统。所以我想说的其实很简单，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有一个现代国家的责任。国家可以讲竞争，可以讲科技战，可以讲产业升级，但不能把普通人只当成耗材。日本的问题当然很多，但它至少还保留着一种底线，国家不能让社会整片塌掉。韩国的问题不只是卷，而是它越来越像一台只问效率不问磨损的机器。而美国作为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国家，当流浪汉几乎变成一种可被观看、可被消费，甚至可被文化化的存在时，它同样没有尽到一个现代国家该尽的责任。真正值得尊重的不是谁更会打科技战，而是谁在打赢、打输、繁荣和衰退里都还记得，国家不是为了骨架、财阀和制成节点存在的，国家存在的理由最终还是为了让人民还能像人一样活着。如果一定要在这几种国家逻辑里做选择，我至少尊重日本还愿意为社会底线付账的那一面。